凯特，你看我是不是年纪大，新陈代谢降低了？我之前减了 0.5 公斤之后，本来以为最近胖回来的3公斤，应该4-5个礼拜就减掉了，没想到每天怎么磅体重，那数字就是掉不下来。你还不够老好吗？根据 Science 2021年73位科学家联名发表的一篇有关人类每日消耗能量的研究，他们研究了6000多人，年纪从8天大到95岁，女性占 64% 的受试者。研究结果，人类每日总能量消耗可分为4个时期。这个研究有别以往只研究占人体活动量50到70%的静息代谢率，而是包含人体从发育到繁殖，从饮食到活动量的能量消耗。他们以成人为基准，第一个时期是1岁以内的婴儿时期，比成人每日消耗量多出 50%。 第二个时期是1岁到20岁，1岁到2岁的每日能量消耗会从比成年人消耗量多 22.6% 降到多 18.1%， 然后持续稳定，以每年 2.8% 的速度缓慢降低，直到 20.5 岁是一个转折点。第三个时期是成年期，也就是20岁到60岁，一直都保持稳定状态，直到63岁会出现一个转折点。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60岁以上，每年大约会下降 0.7% 左右，到了90岁就会比成年期下降 26%。 所以这么小的坡度下降，其实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哦。想不到我还可以跟20岁算一组，看起来我真的要趁最后几年新陈代谢力还稳定的时候，好好控制好体重，免得跨过60大关。虽然下降的坡度不大，但应该也会越来越难减。知道就好。不过减肥最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的确是防止新陈代谢降低哦，也就是因为减肥导致的代谢适应。要讲代谢适应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新陈代谢，而人体又有哪些地方控制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人体维持生命所需要运作的生化反应就叫做新陈代谢，可以说是人体细胞不断汰旧换新的生理机转，包括呼吸、营养消化吸收、能量循环、细胞修复和生长、排泄等等这些，以及关系着这整个运作的激素水准和体温调节。代谢通常分成将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的分解代谢，以及将小分子合成为大分子的合成代谢。像3大营养素，人体以各种消化酶将多糖的淀粉分解成单糖的葡萄糖，将脂肪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将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些基本物质以后在细胞内转化为能量，供人体所需，是属于产生能量的过程，就是一种分解代谢。就如同我们脂肪那一集讲脂肪分解代谢过程那样，最后可以产生能量，而人体呼吸所得到的氧也在这个转换能量的过程当中成为关键角色。分解代谢也称为异化作用，就是解构大分子以转换能量的作用，而将小分子变成大分子的过程称为合成代谢。例如大部分蛋白质分解代谢产生的氨基酸会由细胞内遗传物质核酸转移后合成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像是各种激素，另外部分拿去组建肌肉修复组织，其他还有脂肪的合成等等，都是属于合成代谢，也属于消耗能量的过程，需要分解代谢的资源。合成代谢又称为同化作用，就是将简单的小分子同化成可以协作的大分子。以前这些复杂的生化机转已经读得我一个头两个大，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参与这些机转的激素、分子、讯号、遗传物质越发现越多。你塞给我看的那些报告真的是信息密度奇大啊！所以太难的我都丢给你呀，谁叫你的生化理解力比我好多了。而人体代谢最主要的控制激素就是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在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里合成，是一种酪氨酸碘化物，也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含碘激素。甲状腺激素合成之后会储存在甲状腺的滤泡腔中，再由大脑下视丘的激素控制是否释放到血液当中。也就是说，当下视丘感知到甲状腺激素在血液中的浓度较低时，就会释放甲视素来刺激脑下垂体的前叶，产生促甲状腺激素，刺激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直到甲状腺激素的血液浓度恢复所需。而当血液中甲状腺激素的浓度太高的时候，就会回头抑制甲视素，成为一个自动回路。所以甲状腺激素虽然是甲状腺分泌的，但主要控制的区域却还是在大脑的下视丘这边。甲状腺是一种内分泌腺体，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会直接分泌到血液当中，
分泌到血液当中的甲状腺激素 99% 都会跟蛋白质结合，循环在血液当中，而其中保持游离状态的甲状腺激素才具备活性，能够进入细胞提供所需。结合与游离形式的甲状腺激素可以互相转换，在人体当中维持动态平衡。结合蛋白质形式的甲状腺激素就俨然是一个备存的甲状腺激素弹药库，可以随取随用。所有甲状腺分泌的激素都叫甲状腺激素，其中含有3个点的叫3碘甲状腺原氨酸，我们简称叫 T3。还有一般所称的甲状腺素，就是指含有4个点的4碘甲状腺原氨酸，我们称为 T4。T3 活性高，持续时间短，起效快，分泌量较少，约占20% 左右。T4 活性低，持续时间长，起效慢，分泌量较多，约占80% 左右。而在人类血液当中循环的 T3 和 T4 浓度比例约为1:14，部分的 T4 会在细胞内透过脱碘酶转化为活性较高的 T3。脱碘酶含有硒，在食物当中，谷物、肉类、坚果、蘑菇都含有硒，是人体不可缺乏的矿物质。而促进新陈代谢、防止肥胖、提供甲状腺素原料的含碘食物也是不可少，像牡蛎、虾子、蛤蜊、昆布、海苔这些都要适时补充。而大家要摄取足够的碘，就要选择添加碘酸钾和碘化钾的碘盐。天然海盐碘的含量低，可以跟含碘食物配合食用。碘也是人类不可缺乏的矿物质。甲状腺激素几乎作用于每个细胞，一旦与细胞核中的受体结合，就会激活 DNA 转录，合成新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就会去影响各种机转，促进人体各种组织的新陈代谢，包含促进牙齿、骨骼、大脑的发育生长，调节蛋白质的合成与分解，促进脂肪的利用，增进糖类代谢与吸收，提高身体对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等等儿茶酚胺类的激素敏感性，以至于提高心率、增加产热及基础代谢率等等。而新陈代谢应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甲状腺功能低下或亢进造成的新陈代谢过低或过高的情况都需要就医。而当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时候，就要避免碘的摄取。提到甲状腺，我要补充一下，这个甲状腺的发现还挺早的，居然是生于西元129年一位影响西方医学1300年的医学家盖伦医师所提出来的。盖伦医师很喜欢做活体解剖，本来是解剖猴子，觉得猴子太像人类，后来改解剖活猪。他观察到与软肉相邻的颈部神经就是喉腺，直到1656年，解剖家华通医师才把这个叫甲状腺软骨前方的腺体改名为甲状腺，但大家仍然不知道甲状腺的作用，直到19世纪末，经过解剖与实验，才逐渐理解甲状腺的生理功能，并有曾经因为研究肾上腺素而获得1950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化学家肯德尔所分离出来。所以呀，在了解整个身体的代谢运作之后，就知道人体维持生命持续，会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慢慢形成一种稳定的运转形态。也就是说，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浓度会根据你分解代谢所产生的能量与合成代谢所消耗的能量情况而有所消长，进而与下视丘的视甲素一起调节整个代谢速度。而这个代谢速度的前提必须是能够维持你生命的持续性。但是当我们节食减重的时候，摄取的营养变少，转换成的能量也因而减少，而由分解代谢所支援的合成代谢自然也需要慢下速度，才能够配合整个能量减少的窘境。否则如果合成代谢没有慢下来，那人体的生理机转将会因为能量不够而难以持续。因此在摄入食物减少，分解代谢降低，以致甲状腺激素需要量减低，视甲腺素减少分泌的情况之下，整个身体的机转就慢了下来，也就是你身体能够耗能的合成代谢必须减慢速度，身体会因此产生一种代谢适应的状况。换句话讲，就是放慢合成代谢去适应你目前低分解代谢的低产能情况。就像我们在对抗复胖攻略那集所提到的人体饥荒效应，超级减肥王里面的参赛者因为参与了激烈的减肥，居然导致新陈代谢持续变低超过6年，这么久的代谢适应就让减肥变得非常痛苦。就是因为那集我听你讲的那个报告，跟你一起停了2个礼拜的168，结果刚好跟朋友聚餐又大吃2顿，一下子胖回3公斤。
卡住了2公斤，不管我多么痛苦地经过便利店，忍着不去买红豆面包都没用，那2公斤就是减不掉。我光这2-3公斤的代谢适应就搞得我意志消沉，想要放弃，想说我的维度其实也蛮可爱的，或许也没有减的必要。实在很难想象那些参赛者，他们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怎么能够忍受持续那么久的代谢适应。所以凯特，你说我新陈代谢降低，不是因为年纪，那难道是因为代谢适应吗？才不是嘞，你才不是因为代谢适应，你是因为面包适应。我早上洗衣服的时候，又在你的口袋发现2张杂粮面包的发票，还是便利店旁边新开的那一家呢。哎呀，欢迎新邻居嘛，怎么能不去喷喷场呢？况且我还选了最健康的杂粮面包呢。面包的主要原料就是精致淀粉，所谓杂粮算是点缀吧，还有5%的蔗糖和10%的奶油，你一买就是2个，而这应该只是你忘记丢掉的发票吧？你不是答应过我，想吃面包要约我一起吃，既能控制量，也能帮你分担风险呢？那是我答应太快好吗？跟你一起吃，我可能1个月才能吃到1次面包。那还不够吗？不跟你说了，我们言归正传。代谢适应让耗能的合成代谢变慢，不是最困难的事，身体还会因为你的脂肪细胞里的脂肪储存量变少，透过减少分泌瘦素来告诉你的下视丘，你的脂肪储备量已经减少，你必须再多多摄食，进而诱发你的食欲，以便让你能够摄取更多的热量来提供分解代谢的产能所需。所以代谢适应的时候，你不止合成代谢变慢，身体减低耗能，你的大脑还会一直叫你去吃东西。所以你还说我不是代谢适应，不是我自己想吃面包，是我的瘦素通知大脑，我们不能失去维度，我才会忍不住想买面包，那可是陪了我们好久的脂肪细胞，你知道吗？好啊，那你以后就叫你的脂肪细胞去帮你推轮椅。我们回到主题，当减肥，人体大量失去脂肪以后，也会促使胰岛素提高敏感度。因为你摄取的脂肪太少，所以只要一点点脂肪，胰岛素就会拼命命令细胞去抓取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以便合成脂肪。而其他我们提过能够让我们对食物产生兴奋感的饥饿素、餐后抑制食欲的肽 YY 肠泌素、胆囊收缩素等等，都会提高或降低分泌来促使人类进食。所以减肥会复胖几乎就是一种宿命，因为你在慢慢累积脂肪增加体重的同时，已经逐渐养大人体对能量需求的胃口，它已经习惯像以前那样拼命为你合成那么多的大分子，所以你现在想要抽手随便减少投资，人体怎么能够接受呢？那你的意思是说，对人体来讲，营业额大并不是好事，脂肪并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么难搞的代谢适应就只能靠你之前讲的那样，用阶梯式减肥法，还有多次能够提高进食代谢率的蛋白质跟运动吗？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是很重要的一招哦，因为蛋白质是能量来源之一。你摄取了高产热效应的蛋白质，人体非但需要花费食物热量的 30% 去消化蛋白质，而且还因为你摄入了能量，分解代谢的产能活动得以持续，合成代谢也就会快了起来，也就能够逐渐缓解代谢适应，提高进食代谢率。所以我们在对抗复胖计划那集所列举的研究就说，提高蛋白质摄取量占到总热量摄取的 29%， 进食代谢率就可以提高213大卡。因为这个蛋白质代谢的过程没有以往消耗糖类和脂肪那么容易，反而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同时我们在高蛋白减肥法那集也提到过哦，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增加饱腹感哦。那这么来讲，用168断食法来校正生物时钟，燃烧脂肪，还用高蛋白饮食来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饱腹感，并采取阶梯式的减肥法，一起消除身体的饥荒感，再加上健走、负重这一类的运动，对抗难搞的代谢适应，就万无一失了吗？可以这么说啊，不过我今天还要针对食物产热效应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哦。
根据2020年由巴西顶尖大学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表示，生姜的产热效应高，受试者吃含有2克姜粉的姜汁，就比喝水的对照组多消耗了113大卡左右的热量。所以多吃一些老姜、生姜、嫩姜的料理，也可以提高产热效应，让人体耗费更多的热量，有助于对抗代谢适应。关于高产热效应的食物，不只有生姜和蛋白质，这边讲不完，我们以后再做一集影片说明。所以爱吃姜跟番茄的你会胖才怪。